战列舰上的巨炮寿命很短，在大约300次全装药的发射后，炮管的磨损就来到了极限。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射击精度与操作安全都将显著下降。哎呀，乍听起来300好少啊，但是考虑到它发射的是这种也许比你的腰还要粗的炮弹，能挺这么久也是够厉害的了。所以它再贵，你再心疼也是要换的嘛。不过呢，实际情况却是它根本从来就不会换。那海军是如何解决炮管磨损的问题呢？很简单啊，他们为了省钱，当然也是为了解决材料和工艺水平不够的问题，其实是把一根炮管分成了好几个管子来单独制造的，最后再组装到一起。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模型来举例。炮管的外层，管你打多少发都是不会换掉的，而这里面的一层就是刻上了膛线与弹丸和火药直接接触的一层，叫做衬里。在磨损之后呢，确实是需要换掉。你看这样操作下来，是不是就比整个换掉炮管要省钱省事多了呢？但问题就来了，你看它俩咬得那么紧，是怎么被套在一起，又是怎么被分开的呢？他们使用了一种称之为热缩装配的手段。在加工厂里面有一个能够将舰炮竖着放进去的深坑，里面装满了加热装置。组合时呢，先将外面的套管插进去加热，使其膨胀，于是它的内径就稍稍扩张了。与此同时啊，衬里却被循环的冷水冷却着，外径收缩了，这样就能够将它顺利的插到套管里面。等就位之后，关掉热水，抽取冷水，两者都回到了常温，一张一收，自然咬合的就异常紧密了。同理啊，想要分开它们呢，一样的过程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冷水灌进去，小太阳烤外面，利用自然的魔力，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啊。保持炮管干燥看起来是一件挺重要的事，但早期潜艇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因此甲板炮就成了标配。水面打起来一时爽，可到了要下潜的时候，这些甲板炮怎么办？如何才能保证它们的干燥呢？答案是各有各的招。美国人一开始觉得甲板炮这么金贵的东西，下潜时当然是要收回来，装进一个水密舱里面，始终保持它的干燥呀。于是，在以试验为目的制造出来的 M1 潜艇上，它的3寸口径小巧甲板炮就是这样设计的，既可以升起来架在甲板上提供火力，又可以收起来整个装到位于甲板下方的水密舱里面保持干燥，可以算得上是精心呵护了。等到了制造 L 级潜艇时呢，收缩的概念依然保留，只是形式略有变化，不再是整个密封了，而是把它竖起来，只让后膛缩回甲板下方，炮口和炮盾则留在了外面。而且你看我说为什么炮盾要做得那么圆鼓鼓的，原来它还得不时扮演一个水密舱盖的角色啊。不过甲板炮的好待遇呢，到此就结束了，因为它毕竟不是装饰嘛，是要讲究战斗力的，是要求大口径和大倍镜的嘛。于是块头大了，自然也就缩不回来了。这个才是潜艇甲板炮的常态，始终要留在甲板上。于是这些炮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耐腐蚀的金属来制造，能用铜的地方呢就用铜，因为它可以完全裸露出来而不做处理嘛。不能用铜的地方就涂上厚厚的防锈漆，再抹上粘稠的油脂，同时保持极高的保养频率，以此来尽可能的缓解海水的侵袭。然后如果下潜前来得及呢，就用根塞子把炮口给堵起来，如果实在来不及嘛，那就直接下潜也没问题，大不了炮管换得勤一点就可以了，还不用担心开炮时忘了取下塞子引起炸膛呢。你看这张照片啊，管子上的孔是不是特别多？那就是为了快速排干里面的海水的，说不定偶尔还能意外收获点海鲜呢。战列舰的甲板应该跟坦克的顶部装甲一样，要越能扛揍越好啊。可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你看这些照片啊，气派吗？是够气派的呀，但气派就能挡住406毫米粗弹头的轰击吗？气派就能改变木头它易燃的天然属性吗？气派它就不会发霉腐朽吗？别说，这些还真能办到。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战时战列舰和航母上普遍使用的木头甲板。首先，它为什么要用木头呢？难道用更加坚固的钢材就不香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啊，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它导热慢啊，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在太平洋的烈日下直接变成太平间，把甲板下面的水冰给统统烤熟了。想象一下，夏天里面停在露天的汽车不开空调，你钻得进去吗？可在那个年代啊，战舰上的空调呢，还只是些吹过凉水的风扇而已。
是不是凉水还不一定呢？所以就要尽量从源头把热给控制住。相比起金属啊，木头的导热速度当然就慢上很多啦。另外，航母不仅要照顾下面，还得要同时照顾上面才行啊。在热带地区，甲板表面的温度呢，轻松就能上到60°C。飞机在这种地方停久了，起落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爆胎，所以用温度较低的木甲板呢，就更为稳妥了。用木甲板的第二个优点啊，是它重量轻。早期的航母普遍存在重心偏高的问题，而减少甲板的重量呢，是能够提高舰艇的适航性的。这对于需要起降飞机的航母而言，更是十分重要了。第三点啊，是它更防滑。钢铁甲板再怎么防滑处理呢，还是没有木地板防滑性能好啊。在复杂海况上更是如此。以前海战开始前呢，舱室内或者是站位上没有木甲板的地方，都是要提前铺上沙子的，怕的就是滑倒所带来的战损了。第四点啊，是相对较软的木甲板呢，比较能够防磕了，尤其是在晒炮弹的时候，战列舰呢是需要定期的把主炮用的炮弹摆放在甲板上晾晒防潮的。这玩意儿又大又重，一个稍不留神，手滑流下来磕到甲板上了，你是心疼甲板好呢，还是心疼炮弹好呢？还是我宁愿心疼甲板啊，因为它变点形没啥关系，但炮弹要是变了形，轻则射击时失去准头，重则容易卡在炮管里面发生事故。木头是不是又要比钢铁更好呢？还有最后一点啊，它方便维修嘛。轻一点的稍微打磨一下就光洁如初了，重一点嘛也是坏了哪一块就直接换掉哪一块嘛，怎么的也要比变了形的钢甲板来的容易许多吧。有的航母呢甚至是没有装甲防护的，甲板下面呢就是一层横梁，遇到被砸坏的情况，只需要把下面的横梁修好，重新铺上木甲板就可以正常起降飞机了，真正实现了秒复原呐。你说在战场上这是不是一种优势？好了，但它毕竟是木头啊，难道不会更加易燃，也更加容易被海水腐蚀吗？那是便宜的木头啊，这个可是需要生长半个世纪才能成材的柚木哦，是个绝对的奢侈品，穷国用不起，富国也只舍得把它用在自己最高端的主力战舰上。柚木的特点是浮力足、耐腐蚀还驱虫，因为它天然就含有硅元素，所以既不怕海水浸泡，也不怕太阳暴晒，甚至还不惹船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船上服役。就连铁钉都已经被时间熬来锈烂了，它还依旧风华正茂啊。1980年，当美国海军准备重启已经停了10几年的新泽西号战列舰时呢，决定对它的一些木甲板进行修复。但是考虑到柚木既贵还必须要进口，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省钱的招，使用复合木甲板，上层大约2厘米呢，还是使用柚木，但是下面的5厘米却用冷杉木来替代。钱的确是省了啊，但是几十年过去，它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当上面的柚木还没啥肉眼可见的变化时呢，下面的冷杉木已经完全锈成了渣渣，还是要整个换掉啊！可见柚木耐用可不是盖的，而且也挺耐火啊。一是这些柚木呢都是经过了防火阻燃处理的，二是就算是烧起来也不可能一烧一大片嘛，铺起来还是相对容易的。好了，理由呢大概就是这些了。最后给你留个问题，你说甲板上可以铺上木地板隔热降温，但是炮塔上面呢？炮塔顶上也是要铺木板的吗？要是不铺的话，靠什么来降温呢？留言告诉我吧。我是火拳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在早期战列舰的桅杆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几乎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钟。就像这些照片中显示的一样，从一战开始一直挂到了2战初期。所以他们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装置。电影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啊，不管是执行任务的特工，还是潜入到银行里面的大盗，在行动之前呢，总是要对一下表。所以联想到同样是执行战争任务的战列舰，他们装表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开战前把时间对准吗？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这个表盘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虽然时针和分针都在，但是刻度却只有10个，一圈少了2个小时，一天就少了4个小时，这时间也不带这么透的嘛？难不成他们都自信到10个小时以内就能打完一场仗吗？当然不是，虽然它也叫钟，但却不是时钟，而是距离钟，是用来指示距离的，指出敌人的距离给自己的队友们看。像时针的那根指针呢，指出的是目标在多少千码开外，而分针指示的则是百码。
比如如图所示这样的指针位置呢，就代表着本舰正在瞄准着3700码的距离开火。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射击距离高高的挂在桅杆上，让编队里面的其他队友全都看到，是因为在当时舰炮的瞄准实在是太难了嘛。尽管有了光学测距仪，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但是能不能真的打到敌人头上，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靠运气的。万一编队中正好有一艘打准了，他不得大声的把自己的瞄准数据分享出来吗？距离是多少啊？方位是多少啊？所以你看啊，不仅在桅杆上方有着大大的距离钟，连炮塔的下方呢，也是用油漆涂黑了，画上高对比的刻度的，让同伴能够看到我的炮管指向的是哪个具体的方位，于是大家就可以整齐划一的倾泻弹药了。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呢？因为无线电可以传的距离比较远嘛，要是传到敌人的耳朵里面，不也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多的炮弹出去，我怎么知道是谁击中了，谁的没击中？该用谁的数据，又该忽略谁的数据呢？对啊，暂停一下啊，你也来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定位出是谁的炮弹击中了敌舰呢？一定要先把你的答案发在评论区里面，再继续看下去啊。其实嘛，答案很简单啊，打彩弹呀。来看这枚当时英国海军用的8英寸舰炮的解剖图，这个位置啊，显示出它是装了一个染色包的，会在爆炸的时候呢，将周围的物体染上颜色。不管是打在海面上产生的水柱，还是击中船身后撕开的碎片，在远处都能够清晰可见。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所以哪怕我能够找到用这样的炮弹击中目标时的照片呢，看起来它们还是黑白的，多多少少减少了我找不到这样照片的遗憾嘛。当然啊，有证据显示，同一时代，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舰炮呢，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来更方便的校正自己的射击参数，搞得像是现在打彩弹射击一样啊。每一艘战舰呢都被分配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这样别的战舰就知道了是谁开的炮击中了目标，就能根据它的桅杆上的距离钟指针来调整自己的射击参数了。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号上的14寸主炮用的就是橙色的染料，新墨西哥号上用的是绿色，印第安纳号上的16寸主炮呢用的则是红色等等。一场仗打完啊，不管轻重，大家都会挂彩的，甚至就连舰上的水手呢，最后都免不了要被打成了彩弹。当然，不管是距离钟还是炮塔上的刻度，到了二战早期就基本上都见不到了啊。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是由于一战后所签订的海军限制条约，使各个国家到了现在呢都拿不出像当初那种规模的舰队排在一起吐子弹了。日德兰海战中那种几十上百艘战舰对垒的场景，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不超过个位数了。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需求呢，自然就减少了。另外啊，雷达出现了，用它就可以非常精确地指示出目标的位置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舰队之间传输信息的超高频通信出现了啊，它频率极高，距离极短，所以完全就不怕泄露到远处的敌人那边，就把原始的目视通信系统给彻底替代了。挂钟的墙还在，只是钟已不见了踪影。当然，现在连墙也不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一艘全速前进的航母在紧急刹车之后，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停下来呢？以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为例啊，当它以超过30节的最高航速，也就是5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时，从关闭引擎到完全静止呢，大概还会驶过4.8到8公里的距离。幸好这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吧，否则这样的刹车距离会把自己撞来什么都不剩的。稍等，这不是刹车啊，只是切断了前进的动力而已嘛，并没有像汽车的刹车那样主动做点什么让自己停下来啊。是的啊，同样得益于海洋的宽广，船在水里面是真的很少有踩刹车的时候的。但真要是遇上极端情况，比如前方有一排水雷等在那儿，就不能只是这么躺平了嘛。不管是航母还是别的什么船呢，都会做一种叫做完全倒车停船的测试，就是当船长下令刹车的那一刻，马上将全速向前推进的螺旋桨反过来转，使它切换到完全倒车的状态，以此来达到主动刹车的目的，缩短船只的刹车距离。采用这种方式后呢，航母终于可以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内停下来了，缩短到只有原来的1/5，相当可观啊。不过呢，1.6公里也不是个小数啊，都可以绕操场跑上4圈了，万一水雷离它就只有200米远呢？好吧，那就只能真的躺平了。
也不是啊。曾经有一艘战列舰就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直接将刹车距离缩短到原来的1/40，使270米长、57000吨重的船身从时速61公里减到完全静止呢，只用了180米的距离。这个效果把 F1 的刹车丢到水里面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所以你猜猜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我要告诉你啊，它肯定不是电影《超级战舰》里面的那艘战列舰，没谁会真的用抛锚来刹船的。那么船上还能用的东西有哪些呢？这样啊，我来给你一些提示。完成这个操作的是一艘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它是爱荷华级战列舰中的一艘。咱们先来看看它的船体结构是怎样的，重点放在船尾的动力部分。爱荷华级战列舰呢，拥有4个推进螺旋桨，2个靠外，2个靠内，都是并列着排列的，并且2组螺旋桨的桨叶数还不一样。靠外的1、4号螺旋桨有4个叶片，而靠内的2、3号螺旋桨呢，则有5个叶片，所以要更加庞大一些。同时啊，你仔细看，与2、3号螺旋桨几乎成一条直线排列的是爱荷华级战列舰的那2个巨大的尾舵了。于是这2个尾舵啊，就在船身下方人为的造出了一个虚拟的隧道，让大量的水流呢从中通过。好了，提示到这儿，你现在能猜到它用的是什么方法了吗？来，3、2、1，它是将原本只能同步旋转的尾舵解锁后，把它们都向内转动90度，关闭中间的虚拟隧道，利用水流的强大阻力来帮战舰快速减速的，跟高速降落的飞机用的减速伞是一个道理的。有没有被惊到啊？这项测试呢，据说发生在1958年，当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即将退役之时，美国海军觉得就这样直接把它退了，好像有些亏啊，干脆拿它做点之前一直想做，但是却一直就不敢做的试验。为什么不敢做呢？因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嘛。你看，爱荷华级战列舰是装着双舵的，双舵既有利于战舰在水面上的灵活机动，又可以在一边战损后利用另一边继续保持工作，还可以海军给它起名叫做谷仓门挡，让它们像谷仓的2扇门一样向内关闭，把水流给堵住，实现所谓的紧急停止了。但强大的水压势必会对战舰的结构，尤其是尾舵的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嘛。正常情况下要做这样的实验成本太高了嘛。但既然威斯康星号都要退役了，那就不做白不做呗。于是1958年的某一天，海面上的威斯康星号4台螺旋桨的转速被逐步加速到215 RPM 左右，此时它迎来了自己的极速，大约32节左右。随着船长一声令下，螺旋桨被扳到反转，2个尾舵也向内扣起，站在船头的水手呢，立马也搬起一块木头，对着侧面就扔到了海里面。接着赶紧抓住旁边一切可以抓的东西，否则急速刹车的战列舰呢，就会将它也给摔到海里面去了。一阵巨大的晃动之后，威斯康星号很快就停了下来，水手开始沿着侧舷去寻找那块被扔到海里面的木头，发现它呢，此刻正安静地漂浮在3号炮塔的附近。这也就是说从开始刹船到完全停住，威斯康星号只向前继续行驶了2/3个船身的长度，180米左右，是正常距离的1/10，绝对的开挂啊！虽然尾舵的确是受损了，以至于在1980年代重新启用时呢，不得不对它进行维修才能够再下水。但好歹嘛，面对200米前方的水雷，用这个方式你至少还能够有维修的机会吧。所以同样也是用了双舵的航母，是不是也能采用谷仓门挡的方式来快速刹船呢？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就连反转螺旋桨的完全倒车停船都是几乎不可能用的。我在 Quora 上看了一篇这样的高赞回答，答主说他在80年代早期正好在引擎室内经历了一系列肯尼迪号航母的紧急停船测试，所以是很有发言权的。用他的话来说当紧急停船时呢，整个引擎室都变得混乱不堪了，航母开始摇晃，操作台的仪表呢开始飞快的旋转，舰员们开始大声的报告时刻变化的压力数据，灰尘和污垢从震动的管线上被崩了下来，你只能紧紧的抓住身边的东西才能勉强保持站立。螺旋桨周围的水沸腾了，于是开始失去抓地力，或者该说抓海力。82655吨的金属正在集体发出抗议的声音。好吧，都这样了，还有谁敢在他身上去试更加刺激的谷仓门挡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到底有何区别？
其实到了今天啊，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已经很小了，尤其是巡洋舰和驱逐舰，两者完全就可以互相客串了，名字不过就只是名字了而已。但是啊，这些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溯源一下这几个不同舰种的由来和区别，当然是一定要加上已经消失但是人气依然很旺的战列舰了。当时间退回到风帆时代呢，那个时候的战舰啊就只有两种，战列舰和巡洋舰。由于只有火炮可以用呢，所以彼时的海上战争成败只由2点决定。第一就是火炮的数量，第二就是这些火炮到底能不能把敌舰给对准了。装很多的炮相对来说呢并不难嘛，无外乎就是把船做得够大，把装甲做得够厚就可以了。但是啊，由于船体需要长成一个狭长的样子，才能在海面上比较快速的航行，所以这些大炮的安装位置呢就比较尴尬了，还只有舰体的侧面这一个选项。所以你看啊，早期的风帆战舰侧面全都是洞，3-4层甲板，每侧装上上百门大炮的战舰呢比比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他们的火力虽猛，但是输出的角度却十分有限啊！基本上就只有把侧面对着别人的时候呢，才有战斗力。其实这个 bug 即使到了后来的炮塔时代，也没有改变多少啊。由于上层建筑的阻挡呢，前后方向的火力输出依然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怎么办呢？研究战术呗，于是 T 字战就出现了。在两舰互搏的时候，把自己摆到 T 字上面那一横的位置上，让自己的侧面对着敌人，就成为了最理想的战斗阵型了，俗称 T 字优势。那要是一群战舰编队战斗时该怎么办呢？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嘛，双方先是相互排成一字纵队切入战场，然后再想方设法的绕到对方编队的正面去输出火力，这就叫做抢梯头摆战列了。战列2个字已经出现了，是的，它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纵队阵型。于是啊，打这种战列阵型的战舰呢，自然就被叫做战列舰了。作为海军中的最强舰种，拥有最多的火炮和最后装甲的它，显然烧钱的程度也是最凶的嘛。既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玩得起的，也不是随便哪个任务都舍得派它上场的。比如日常巡逻什么的，又不是去拔钉子，要这么猛的火力干什么呢？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呢，另外一个舰种便出现了。巡洋舰，对的，它已经用名字在告诉我们，它就是去巡洋的。它拥有比战列舰稍薄一些的装甲，口径和数量稍小一些的主炮，和自然稍小一些的尺寸和造价了，以便采购更多到海上巡逻，维护自己的海权去了。好了。这耀武扬威，其实没过多久就被一样很阴险的武器给打脸了。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那就是鱼雷。它藏于水下，自带动力，跑得又快，炸得又猛，只需要小小一枚就能干掉一艘巨轮，性价比相当高啊！从此，强弱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了。英国人奉行的海上封锁战略呢，也因此难以为继了。他们一开始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啊！一方面是真真切切的带来了损失，而另一方面呢，它打破了本应正大光明开战的绅士战传统啊！虽然那本来就有点虚伪啊。于是威胁之下，英国人只能反制啊，而这种反制的思路呢，最终就为我们带来了驱逐舰，用更高的速度、更优的水下攻击能力和更快的小口径速射火炮来驱赶和摧毁另外一些舰种，比如鱼雷艇、潜艇和同类的驱逐舰等等。当然，日后还要再加上飞机了。好啦，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这一路演化下来呢，变得一个比一个更灵活，一个比一个功能更多，一个也比一个更轻、更小、更便宜，对不对？是这样的啊。但是导弹它出现了，巨舰大炮的时代也就终结了，只有大炮的战列舰呢，首先就下岗了，而顶着巨舰名头的巡洋舰日子也不太好过了起来。既然导弹体积小、精度高、威力大，盯上就能中，那更厚的装甲还有什么用呢？没有厚装甲了，要那么大的身板有何意义？没有身板的加持，叫不叫巡洋舰也就无所谓了嘛。而且驱逐舰照样也能巡洋啊。所以从导弹出现开始呢，海面舰艇的任务划分又有了变化，谁都可以装导弹，谁都可以装鱼雷，谁都可以装雷达。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找一艘大小合适、速度合适、成本合适的船来装呢？它就是驱逐舰了。所以它才是当今海面上的多面手嘛。我们来数一数它可以干的事情啊。装备有防空、反潜、对海等多种武器，既能在海军舰艇边
编队中担任进攻性的突击任务，又能承担作战编队的防空、反潜、护卫任务，还可以在登陆、抗登陆作战中担任支援兵力、巡逻、警戒、侦察、海上封锁和海上救援都可以，还能给无人舰载机提供起降的平台。怎么样？好是好啊，只是如果仅仅是偶尔用来执行一些轻度的反潜、护航任务的话，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大材小用呢？对嘛，所以再阉割一下，整一个护卫舰出来呗。终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舰种呢都出来了，所以最后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呗。战列舰太过明显，直接就把它踢出去啊。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三者，巡洋舰最大，更注重防空支援；驱逐舰次之，拥有更强的反潜能力。护卫舰呢最小，擅长护航和其他两位大哥都瞧不上的杂碎小事，你明白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印度自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二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三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三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球匕首。关于球匕首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跟商船一起起啥哄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三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有很多人说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
就是合理的，要不要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飘星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飘星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啊，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啊，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飘星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拉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中国的山东号，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首先都是只有一座舰岛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2座。其次啊，前3艘航母呢都采用了斜式飞行甲板，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先说2座舰岛的问题，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儿，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前后排列一样吗？显然并不是的啊，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了2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来源，所以就需要2套排烟系统来把飞机往外排啦。通俗点讲呢，就是它有2根大烟囱。这2根大烟囱啊，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杵在甲板上嘛。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舰岛，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把烟囱和舰岛结合在一起嘛。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呢，还要再特殊一些，它的2套动力系统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呐。所以啊，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舰岛，一次性的把2个烟囱都包在里面，要么就得要安排2座舰岛，分别来裹住2个烟囱了。他最后的选择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在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呢，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他为什么要整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呢？如果你已经猜到了，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啊，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覆辙嘛。1941年11月14日呢，一枚德国 U81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并将舰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大量的海水呢倾泻而入，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于是啊，这艘2战当中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要是它有第2个锅炉就好了嘛。英国人懊悔不已，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才会有了2套隔得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就是为了冗余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2个烟囱，那就2个烟囱吧。咱建2座舰岛不就好了吗？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2个班子在配合上呢，有点不太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所以就更加要考验2栋楼之间的磨合了。但除此以外呢，分成2栋比合成1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甚至在2座舰岛之间呢，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比如啊，2个小舰岛比1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湍流更小，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啊，分开的舰岛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呢，得以离船首更近，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呢，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把从舰尾到舰首的整个飞行甲板呢一览无余，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还有好处啊。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降低了2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在难度上呢又减小不少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它取消了的斜式飞行甲板也同样有理有据吗？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啊。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索来减速降落的。这样的方式呢，有其特定的风险啊，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索的话，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固定翼飞机采用的是 F-35B， 它可以在舰首那个上翘12度的滑跃甲板的助力下呢，实现短距离起飞，然后在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显然还能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嘛。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所以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这张照片有点意思，其中有2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它们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呢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如果这张照片看得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这张够明显了吧？但是，你又会发现啊，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呢，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这些小孔啊，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啦，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顶多算是一个小坑，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啊，会联想到什么呢？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拴马石，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既然这个是拴马的，那么那个就是拴飞机的了，就像这样一样。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但海军有的时候呢却并不喜欢这么做，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呢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呢得要绑上6到12条才行。要是遇到恶劣天气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叫做 pad eye 的东西呢，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够密够平，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好了，我们再说第2个，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杆不同啊，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是又复杂又费料的。具体区别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啊。先看现在的弹射杆式啊，基本上2步就可以了。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阻碍杆。它的作用是用恰到好处的力量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停在原地。就这么简单。好，再来看看缰绳式又是怎么做的。它呢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它的2端分别挂在飞机2翼下方的钩子上，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接着滑块稍稍前移，把缰绳给拉直了。当然后面呢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起到的作用呢跟现代的阻碍杆一样，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把飞机拉在原地。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通常至少是5个人，3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2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即便是这样，每一次的弹射呢都犹如拆盲盒，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飞机升空了，而缰绳就只剩下了2种命运。一种呢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在没有退役之前呢，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呐。法国人的航母不多，甩的也不多，咬咬牙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但美国人受不了啊，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2种命运：回收再利用。当然代价是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
在缆绳的挂钩下呢，再挂上2条捕获绳。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会被捕获绳猛地拽住，巨大的惯性呢，把它拍在甲板上，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很危险啊！怎么办呢？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单独往下翻呗，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不瞒你讲啊，我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但就是很纳闷啊，它不该往上翘，怎么还往下倾斜呢？所以啊，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表示咱就是战友了。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这个东西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圣保罗号克莱蒙梭级航母上面看到了。美国自己的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在2012年退役，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好了，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水雷这东西长得呆头呆脑的，一副不曾进化过的样子。那么在现代海战中还有它的用武之地吗？不仅有，而且还无可替代。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就会分成3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讲有关水雷的故事。第一个部分，为什么说水雷永不过时？第二个部分，现代水雷究竟已经发展到了怎样一种令人发指的高度了？我们中国的水雷会位列其中吗？第3个部分还是我们的老特色，必须来点技术项的。现代水雷靠什么来识别目标？好了，建议大家先点赞、关注、转发，把你喜欢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吧。先举几个真实的案例，咱们就知道水雷在战术和战略层面都有怎样的地位了。第2次世界大战中呢，日本战败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其中最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那些隐藏在日本岛周围似乎无处不在的水雷。因为美国人知道日本本岛资源匮乏，大量战略物资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依赖进口，如果把进口的通道给掐掉，不就能够极大的限制住它了吗？于是在代号为饥饿作战的极限封锁行动中，美国在日本岛附近的海域中一共布下了1.2万枚各种型号的水雷，这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此刻他得有多么痛恨自己的岛国身份啊！这是2战，时间有点远了，再说近一点的。也是美国，不过这回他的身份切换成了被害者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伊拉克在狭窄的波斯湾中布下了1000多枚水雷，直接迫使美军改变战略计划。原本想要实施的，号称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的2栖登陆战呢，最终被取消。强大的美国海军变成了酱油军，只能打辅助进攻。所以看似很不起眼的水雷，其实一直就是海上最具威胁的武器之一了。而且它的威胁成本还很低，一枚普通水雷造价不到$2000，而一艘现代军舰随随便便就要花上数十亿了，两者的差距呢是数量级的。所以有一个数量级的想象空间摆在那儿，你觉得水雷还会有被裁掉的可能吗？自然是不会啊，而且前景看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2个部分，现代水雷的发展。在这一部分里面，我其实是想要先往回去讲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之所以会认为水雷就是一个土掉渣的玩意儿，是源自于它曾经的形象。就像这个一样，一个大球上面长了几根刺。早期的水雷呢是浮雷，它们是浮在海面上的，不管是直接浮于表面，还是装个浮板把自己半埋在水里面，总之呢，它们都是自由的随波逐流的。当然，炸谁不炸谁也是随波逐流的，只要碰了就炸，不分敌我，不分军民，堪称六亲不认。这个的确是土到有点吓人啊。所以呢，它早在1907年的海牙会议上就被宣布禁止使用了，之后就发展出了锚雷。这是一种用链条或者是缆绳将浮在水中的水雷本体和插在海床上的锚连接起来的水雷。它的好处是既可以让水雷半埋在水里面，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又可以把它们部署在相对准确的位置上，因为它们不会飘走。同时链条的长度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如果要炸的是海面上的船只，那就把链条放长一些，让它们尽可能的靠近船底。如果是要防守自己的港口，避免敌人的潜艇偷偷溜进来，那就把链条收短一些，让锚雷高低错落的分布在海里面，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
不过说到网络啊，每个毛雷之间还可以用链条连接起来，真的就像拉了一张大网一样。敌人的船只不一定非要走到毛雷上面才会触发它起爆，哪怕是从这2枚毛雷的中间开过去，只要是挂住了这根链条，一拖一收，2枚水雷不就朝着船舷两侧划过来了吗？伤害值反而翻倍。不过呢，鱼雷发展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土，因为它还是只能守株待兔的留在原地，敌人不来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长了反而变成自己的隐患。所谓不雷一时爽，少雷2行泪啊！而且由于动不了，所以想要用它来封锁或者是防守一个区域的话，就需要有相当的数量，埋下去花不少钱，未来烧起来也要花不少钱，又是2行泪啊！所以下一个阶段，自导式水雷就登场了。自导是可以追着敌人跑吗？那你说它跟鱼雷有什么区别呢？你还别说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真是千丝万缕啊！自导式水雷的工作原理是将毛雷和鱼雷结合了起来，先是像毛雷那样提前被部署到了海里面，也是一头插海床上，一头连雷体上挂在那儿。但这个雷体其实就是个装着鱼雷的胶囊，这个胶囊会采用主动和被动2种方式来探测目标，一旦发现目标便激活里面的鱼雷，于是水雷变鱼雷，开始追着目标跑起来了。他们中的代表是美国的 Mk60 自导水雷，里面装着 Mk46 鱼雷，可以布放到深达760米的海里面，探测半径大约为1000米，有效期6个月，过期自动销毁，省了2行眼泪。既然美国有了，你说苏联能没有吗？当然有啊，当然思路也是一样的，也是水雷的外表，鱼雷的心，性能上差距不大。然后你说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中国能没有吗？当然有啊，当然思路也是一样。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的自导水雷被触发之后呢，是坐着火箭出去的，就跟俄罗斯的火箭动力超空炮鱼雷暴风雪一模一样，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产生推力，速度可以达到别人的4到5倍。从水底100米出发，在1000米的探测半径内，一旦启动，只要20秒就能够击中目标，而1000吨级的舰船转个满舵都需要20秒，基本上就没有退路可言。可见中国不仅鱼雷厉害，水雷更是个你可能之前完全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大杀器。难怪美国人感叹啊，在这几十年来，对美国海军最致命的也是最现实存在的威胁，不是什么反舰导弹，而是潜藏在水下的各种水雷。好了，第3部分，既然水雷正在，未来也必将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它究竟靠什么来探测和跟踪敌方的船只呢？大概有以下几种方法啊：磁场、压力、声纹和震动。我们分别来简单说一下。每一艘船都会产生自己的磁场，并且呢，由于尺寸不同，所用的金属材料不同，甚至是建造地点的不同呢，带上的磁场标签也会不同。水雷就可以通过探测这样的磁场标签来确定附近是否有船只通过，通过的船只是否是自己的攻击目标了，从而实现精确打击。而压力追踪则是通过探测上方水体传来的负压，对目标做出判断和锁定的。类似于磁场标签，每一艘船也有自己独特的压力标签，这取决于它没在水里面的船身大小、形状、重量等等，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它排开水的多少，而排开水的多少呢，又影响了水中压力的变化有多少。如果变化正好跟水雷设定的目标值一致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激活，最终直到爆炸。下一个声纹。其实就是每艘船特定的声音标签了，它由船只在水中前进时发出的船体噪声、螺旋桨搅动水体带来的噪声，甚至是船员在船舱里面发出的声音组成。经过训练的水雷可以透过从水里面传来的噪声判断出这究竟是什么船，谁家的船，要不要去炸这艘船呢？震动追踪跟声纹追踪很类似，只不过特定灵敏度更高而已，可以通过更精细化的编程和训练，让水雷对特定的声音刺激拥有更高的辨识度。好了，听完了这期内容，你对水雷的固有看法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先给大家看一样非常有趣的东西，把这2个长得像是扳手一样的东西头对头慢慢靠拢之后，它们俩就可以正好咬合在一起了。拉开，它们也会彼此松开，毫无阻力。稍等，让我们把它俩稍微抬起来一点，离开桌面看看。这个时候就怎么拉也分不开了，看起来松松垮垮的，但就是连接的十分结实。直到我再次把它们放回到桌面上，或者向上提起这个圆柱形的插销。这是什么玩意儿？它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
这个就是诞生了100多年，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一项黑科技——粘式自动车钩，用来把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连接起来的。用在火车上又叫做粘式车钩，那一定是詹天佑他老人家发明的喽。这个其实是一个误会啊！粘式车钩的确是由詹天佑引进到我们中国的，但是它的诞生地是在美国，有一个叫做伊利·汉密尔顿·詹尼的铁路工程师发明。在他发明粘式车钩之前，美国用的是一种类似于别针的车钩，就是一根有着方形盲孔和插销通孔的方棍子，外带一根铁质的插销，再加上一个能够插进盲孔的铁环而已。需要连挂的时候呢，就把插销提起来，把铁环塞进对面那根方棍的盲孔里，再把那根方棍的插销插到瞳孔里面就可以了。拉的时候铁环受力，推的时候方棍受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目的。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连挂和解挂都需要人工操作，既费时又不安全，很容易就造成人身伤亡事故了。铁路工人为此怨声载道。另外由于受力的是铁环、插销这种明显不能做的过分笨重的零件，就导致了火车的牵引质量没法上去，有个小几千吨就已经是上限了。要是遇到个坡道什么的话，那就只好进一步的打折了。这对火车的良性发展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同一时期的欧洲也好不到哪儿去。英国工程师发明的缓冲柄加链式车钩的搭配，操作起来同样复杂，或许比美国人的别针车钩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在把铁环挂到钩子上之后，还要再拧螺杆。两节车厢实际上就是靠这根粗约20毫米、螺纹高度2毫米的螺杆连在一起的，你说它能够承受多大的拉力呢？所以这个问题急需解决。1868年，英雄诞生。美国内战退伍老兵詹尼，据说是看到了一群小孩子在做游戏时相互之间手勾着手的场面后呢，受到了启发，就想，能不能也设计出一个类似于这样自己会握手的车钩出来呢？于是粘式车钩诞生了，并一路影响人类，直到现在，甚至还会迈进未来。它的结构真的是非常简单但其中蕴藏的机械原理却很巧妙。下面我就借着这个用 3D 打印出来的简化版模型来说明一下。粘式车钩的钩头大概分成这几个部分：钩头主体、钩舌，把钩舌连接在钩头上的钩舌插销和这个钩锁了。我们来仔细的看看钩舌深入到钩头内部的结构。它下面有个斜面，上面有个台面，正好可以跟钩锁上面的凸起和下面的斜面配合起来。当钩锁往下时，这个凸起正好可以卡住钩舌上面的台面，因此使它动弹不得。当我们往上拉钩锁时，凸起就会离开台面，而钩锁下面的斜面正好跟钩舌下面的斜面接触在一起了。要是继续往上运动的话，就会由于斜面的影响，把垂直的力分解成水平的力，将钩舌推出。当然，由于钩舌被插销连接在钩头上，所以只能是从钩头里面转出来了。做好了再次握手的准备。当这样两个稍稍张开手的钩头碰在一起，相互挤压之下，钩舌被重新挤回到钩头里面，钩锁下降，凸起卡住台面，于是就怎么也分不开了。你看这个连挂的操作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己就完成了。解挂的操作呢，也只是需要向上拉一下钩锁而已，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并且由于直接成立的钩舌强度可以做到很大，所以粘式车钩的拉力也非常厉害，可以拉动好几万吨重的列车安全运行。直到今天呢，还是很多普通列车的连挂方式。当然，动车除外因为我们又要速度又要舒适嘛。它的连挂就是那种无缝式的电气化连接了，也很炫酷好了，这个就是今天关于粘式车钩的知识。我相信解说的再详细，也不会有一个实物拿在手上仔细琢磨那么直接。所以我决定送出3对这种由我自己制作打印的粘式车钩模型。想要的话就关注、转发、仔细的评论吧。我看哪3条评论最受大家欢迎，就把这个刻着火箭树的车钩送给你了。另外，春节就要到了，这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之际，西瓜视频发起的过年好知识创作人活动也开始了，我也受邀参加。春节假期，我们除了吃好喝好，也能够学好知识、看好内容。如果你也想说点什么，想聊点什么，欢迎你参加活动，发布视频并投稿过年好知识创作人活动，立刻就能够参与了。活动期间，也请你为我的视频点赞、转发、评论、发弹幕，你也有机会获得抽奖华为笔记本电脑大奖的资格哦！谢谢大家啦！经常有收到粉丝的留言，让我讲讲船尾螺旋桨的那根轴是怎么密封的。我想，这还不简单吗？用黄油啊！哦，对了，这个黄油呢，可不是咱们吃的黄油是那种经常能够在修车厂里面见到的膏状的、起到润滑作用的黄油了。我小时候做船模的时候就是用它来密封的，所以大船模厚一点不就好了吗？
真这么简单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仔细研究之后呢，发现就连想要讲的尽量简单都难所以我尽力，也欢迎大家来帮我补充和纠正虽然成年人的船尾上不抹什么黄油，但其实无外乎也只是把黄油密封的方式搞得更精细、更复杂、更有效了而已。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使用某种东西夹在旋转的尾轴和固定的开孔之间，来把水堵在外面。所以根据夹在其中的东西的材质不同、位置不同、作用不同呢，大体上船尾密封就被分成了3种方式：填料密封、皮碗密封、端面密封。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讲讲。咱们先看另外一样东西汽车的发动机，它跟船尾轴的密封很像也是既要让一根轴在圆筒中自由的运动，又要让轴的两边完全的密封。所以它是怎么做到的？你看，如果把中间的这根轴做得太粗，在这儿就是活塞太粗的话，直接就把它与气缸之间的缝隙全都填满了，气自然是不会漏了，但巨大的摩擦力也会让它无法动弹而反过来，为了减少摩擦力，把活塞的直径做小，让它跟气缸之间的缝隙变大，运动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气缸里面的高压燃气不也就全从这里泄出去了吗？左右为难怎么办呢？活塞环就来了，它被卡进比它略大一点的活塞环槽当中，并具有一定的弹性。当高压燃气顶过来，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到两边，压到气缸壁上面去。于是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密封面，既把气堵在了里面，又由于其接触面积非常的小呢，所以摩擦力也是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活塞就能够在气缸当中边动边堵了，完美解决了问题。所以从活塞环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学到了紧密贴合的摩擦面是可以起到密封作用的。只要是这个摩擦面还够小、够滑、够硬的话，对运动也是没啥影响的。于是船尾密封的第一种方式，填料密封，几乎就是直接把活塞环从汽车上给扒了下来，装在船上了而已。在支撑尾轴和其轴承穿过的尾轴管里面呢，开有一些凹槽，凹槽内塞入比尾轴管内壁直径略小一点点的特殊填料，使其能够压紧位于中间的尾轴，形成一个狭窄的密封面。这样的话，当尾轴旋转起来之后呢，它们就能够像活塞环一样起到密封的作用了。填料的材质呢，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一般使用的都是油浸石棉绳，有很多不同的规格，可能是配合不同的船只或者是不同的使用环境吧。总之呢，它们应该是非常耐磨，但又不至于像尾轴那么耐磨。所以呢，磨损的永远是它。只要定期更换一下就好了，尽最大可能去保护那根娇贵的尾轴。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只要是有摩擦就会产生损耗，水滴还能石穿呢，棉绳怎么就不可能把钢轴磨出一个槽呢？所以填料密封的方式已经基本上不会用在如今的大型船舶上了你看这个能够穿人的大洞就是用来穿轴的，所以你觉得要是把这么粗的一根轴给磨损了去换掉，值当吗？不值嘛。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皮碗密封，又叫做纯口密封。关键是加入了这几样东西，一个是这样的截面为英文字母 J 型的皮碗，另一个是套在尾轴上的高硬度衬套，还有一个是灌在尾轴管里面的复杂油压系统了。我尽量把它简化后讲给大家听类比前面的填料密封，现在压紧尾轴形成密封面的东西，从之前的油浸石棉绳换成了现在的介型皮碗了，所以它们跟尾轴之间的接触面积呢得以进一步的减小，摩擦力大降，各种损耗也随之降低了。同时为了防止它依然会对所接触的物体带来磨损，那咱们干脆就给尾轴穿上一件专门用来磨损的马甲嘛，它套在尾轴外面，跟螺旋桨和扣紧环紧固在一起。当使用了一段时间，被皮碗刮出凹槽之后呢，只需要把它拆下来换掉就可以了，既不用费太大功夫，也不用花太多的钱，相当于就是器具保帅了。最后一个妙的地方是你看J型的皮碗是有方向性的，所以就可以用它搭配上液压系统来控制润滑和冷却液体的流向了。当借的勾勾朝左的时候，左边的液体呢是很难流入右边的，但右边的液体却可以流入左边。而反过来，当借的勾勾朝右的时候呢，右边的液体很难流入左边，但左边的液体却可以较为轻松的流入右边。根据这个思路在尾轴管的密封系统里面呢，通常就用到了6个皮碗，它们的布置如图上所示。1、2、3和 3S 呢放置在靠近螺旋桨的尾端，4和5放置在靠近发动机舱的前端。
1、2、4、5勾勾朝左，3和3S 勾勾朝右。两套油压系统会在2、3、3S、4、5之间不断泵油循环，起到润滑、散热和密封的作用。1的外面和1与2之间就是充满的海水了。同样它也可以起到降温和润滑的作用啊。所以整体上看呢，这6个皮碗实际上被分成了3组，对应着3种不同的液体压力。1和2一组直面海水，对应着居中高度的海水压力。2和3一组，中间夹着润滑油，它的压力可以通过其设置的重力油箱的位置看出来，是低于海水压力的，所以就能够让它以较为缓慢的速度通过往左勾的2号皮碗朝左边的海水当中渗出去，既起到了润滑作用，又起到了把海水挡在外面的作用。3S 4和5之间呢，则充满了压力高于外界水压的润滑油，它可以对中间的轴承起到充分的润滑和降温作用。同时，当海水突破2号皮碗，甚至是3号皮碗之后呢，也能够用其更大的液压把海水压在外面，避免进水。这个差不多就是皮碗密封的基本工作原理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呢？要是听懂了就扣个1，不太懂就扣2，完全蒙圈的就扣个问号。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以上2种啊，你看其实都跟活塞环差不多是一样工作的，就是把尾轴箍在中间，像是上了紧箍咒一样。所以既然有第3种，那我们就要帮尾轴松松绑了。端面密封，封的就不是尾轴的表面了，而是尾轴上装着的摩擦盘了。摩擦盘有2个，一个叫做静摩擦盘，装在固定不动的尾轴管上，只能在弹簧的作用下沿着轴向前后移动，但是不能够转动。另一个叫做动摩擦盘，它与尾轴是连在一起的，只能跟着它转动，但不能前后移动。实际的封装图呢太过复杂了，我就直接将其简化成了这样：弹簧会一直推着静摩擦盘压在动摩擦盘上，在这里形成一个密封面，后面的部分呢就全是水了。与此同时，还会再泵入高压水，用来进一步的降温、润滑，以及把钻空子进来的海水呢给压出去，就这么简单。它的好处啊是易于维护。如果摩擦盘不是已经被磨得太薄了的话，都可以在弹簧的作用下一直压紧在一起的。有点像是我们汽车的碟刹系统，如果真的是磨得太薄了的话，那么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吗？我搜索了很多资料，似乎用到这个密封方式的船只呢都不是太大，在那些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上呢，一般用到的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2种皮碗密封。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可以召唤你认为最专业的人来帮我确认这个答案。今天的内容呢就暂时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同时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哦。